上海同胞们，全国同胞们，我是上海公民纪晓龙。我们的城市在所谓动态清零或者静态清零政策指导下，已经持续超过1个月，百业凋敝，民不聊生。而我们整个国家也在这样一种激进的防疫政策中，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境，广大人民面临失业、下岗、收入锐减等民生问题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因为怀带无力，即将失去他们的家园，他们即将流离失所，沦为社会的器皿。很多外国在华的这些企业，他们都在窃窃私语，这些外国侨胞，他们都要离开中国。改革开放40年来好不容易取得的经济成果，似乎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在这样一场对抗病毒的战争中，人们一开始对病毒充满恐惧，进而对身边的亲人、邻居乃至我们同胞产生恐惧。人们相互验证，相互驱离，以一己之私，为了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、没有来由的恐惧，把我们的亲人、邻居乃至我们的同胞送入集中营里，也就是所谓的方舱医院。同胞们，人人相互验证，这是一种末世景象。难道我们还继续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景象里面吗？防疫是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，但是当我们发现现在的防疫正在变成一场民族灾难，同胞之间充斥着暴力、殴打、谩骂，一气弱小。这样一场闹剧必须马上停止，特别是当我们发现疫情已经不致命，而很多生命却在党政官员的粗暴式的、运动式的防疫过程当中凋谢的时候，这样一场闹剧必须马上停止。我是肃停运动式防疫、纾困简单化救济这样一份请命书的为民请命人。今天我在此为民请命，向上海市人大、上海市政府、全国人大、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如下：一、防疫政策应该由每个省、每个城市的人民自己决定，中央协调各省市资源的调配，中央不应该长臂管辖，中央应该尊重地方的智慧和抉择。每个省、每个城市，特别是我们上海，应该有地方上每一个3甲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，在公民的见证下匿名投票，推选出1名权威专家，组成专家团。专家团在公民共同见证下进行自我陈述，公开辩论，并且随时解答市民的疑问。我们人民愿意相信各自城市专家团的防疫建议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专家团的建议制定防疫政策，如此方能做到透明、公正、理性、科学，避免防疫的政治化。3、每个省、城市，包括我们上海，特别是我们上海，也应该根据居民的受灾情况，紧急发放救济金，让居民维持生活，不致饿死，不致绝望死。疫情期间，所有的工商企业及摊贩都应该享有解租待遇，政府不应该考虑房产或者商铺的持有人性质，国企、民营企业的房产一视同仁。推出封城政策的城市，特别是我们上海，
政府要免除封城期间的租金，相应损失由政府承担。5. 帮扶受疫情影响还贷无力的群体，因为这是属于不可抗力，属于情势变更。中国人民银行应该立即制定减息、延缓缴纳相应政策。银行不应该也不得强行收回断供的房产，法院不得强行拍卖断供的房产，不得追究还贷无力群体刑事或民事责任。6. 对于个人租赁的生活用房，政府应立即下令禁止房产持有人在封控结束后30天内驱赶承租人，避免外来务工人员流落街头。7. 政府向死于封城政策下的亡故者的家属道歉，支付赔偿金。8. 立即释放疫情期间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关押的民众，赦免因过激行为所犯的轻罪。9. 正告腾讯、新浪等企业，你们进行的封杀用户行为违宪违法，应该立即地停止封杀，帮助用户恢复他们的使用权限。10. 全国人大代表刘小斌先生依法享有言论免责权。腾讯、新浪，你们这样的公司对刘小斌代表的封杀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，所以为了捍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捍卫国体尊严，捍卫执政党的合法性，应该立即追究这些公司和背后指使者的法律责任。我是纪晓龙，如果您支持我的请命，请转发我的视频，谢谢。